接下来我们讲一讲我们的锂电池。锂电池是我们的动力来源，虽然它们和手机的电池一样都是锂电池，但是无人机不会像手机一样低电量自动关机，而电池电量低于一定值之后继续使用，可能导致电池因为过放而产生的报废。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时刻关注我们的电池电量，防止我们的过放。然后我们使用前呢，也一定要了解一些锂电池的一些参数。比如说这儿有5300毫安时，也就是他说它的容量有5300毫安时。然后如果它以5300毫安来放电的话，它可以放1个小时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。然后下面这个放电倍率是什么意思呢？它表示电池的放电能力的强弱。它电池这个 C 放电倍率越大的话，它的放电的能力越强。然后这儿我们的持续放电，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呢？就是通过我们的容量来乘我们的放电倍率，这样得到我们的持续放电电流。那这就有一个充电的电流，它这个它这儿有个5C 的话，就是它的充电电流。还有这个30安的话，就是它的放电电流。如何区分呢？一般的电池的话，都是充电电流会小于放电的电流。然后充电的最大电流也是通过我们刚刚那个公式，通过毫安来乘这个放电倍率，得到我们最大的充电电流是25安。当然，它这儿还有写一个建议充电电流为2C， 也就是2乘以我们的5300毫安是10.6安。所以这个充电电流过大，还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电池的使用寿命，所以它给我们建议10.6安。然后充电的电流呢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们的充电的速度。然后我们其他的参数啊，就是一些尺寸啊、重量啊，还有它的接头。这个接头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无人机上是用的什么接头来匹配。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手上这个电池。这个电池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和我们图片上的是一样，4S 5300毫安时，放电倍率30C， 然后这里个充电倍率5C。然后怎么来区分它的是 GS 电池呢？我们可以最好观察的就是通过我们这儿的一个电芯数，这明显可以看出来有4片电芯，所以它是 4S 电池。然后还有一个办法嘛，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平衡头来进行观察。它 4S 的话，它是有5根，5S 的话就应该是有6根，3S 有4根，相当于是负极全部集中在一起，然后每一片电芯的正极分别出来。然后我们锂电池的话，单片电芯满电为4.2伏，然后储存电压是3.85伏。这个满电压这个很好理解，就是相当于它充满之后的话，你测出的电压是4.2伏。然后存储电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如果长期不使用锂电池的话，需要将它充至3.85伏左右来进行一个长期保存。当然，这个长期也是有一定限制的，需要在1到3个月左右进行一次充放电的一个激活。然后它的标称电压是3.7伏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测量我们的电池电压。通过我们一个测电器，然后这样连接，这样就会显示它的满电电压，然后还有它的电芯，每一片电芯的电压依次是多少。然后我们通过按这顶上这个按钮来设置我们的报警电压，按下相当于
它停留在3.7伏，意思就是它在每片电只要有一片电芯低于3.7伏，它就会发出警报提示我们电池没电了。然后为什么要设置？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电压重复按这个的话，就可以设置我们的电池的报警电压。通常我们设置为3.6伏。为什么要设置成3.6伏呢？我下面看一个图片，这是一个电压值和一个电量的比图。然后我们图中可以看到，我们从4.2伏到3.6伏中可以放出1000左右的电量，而3.6到3伏它只能放出300左右。所以我们将电池报警电压设置在3伏。所以接近这个电压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也尽快返航降落，防止电池因为过放导致的报废。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电池的一些使用，一定要做到使用前通过用测电器测量我们的电池的电压，然后使用期间的话也时刻关注我们的电池电压。如果发现电池有充电报错的情况下，我们先用测电器测量单片电芯的电压值是否有电芯电压为0。如果有电芯电压为0，那只有不好意思的通知你，我们的电池的那片电芯它已经损坏了。虽然网上有很多教程可以让大家如何激活那一片电芯，但是这样那片电芯的寿命已经大大的降低，影响我们后面的使用。所以只要电芯电压降到3.6伏以下，我们应该尽快进行降落或者拿去充电。好，我们下面来看我们的充电器。这个刚刚我们锂电池的电量显示器使用已经给大家演示了。